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安厨房。今天我们来做广西下午茶公司三文治。要做好吃的公司三明治，炒好一份滑蛋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炒蛋的话，也可以用煎蛋。但是我个人呢，觉得炒蛋更好吃一些。首先，我们在碗里打入2个鸡蛋，加入少许盐，不需要放很多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几粒就可以了。最后呢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，就是放一些牛奶，这个是炒蛋变滑的关键。我这里放了大概2汤匙的牛奶，打匀。好，打成这样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炒蛋香滑好吃的另外一个秘诀呢，就是要放入牛油来炒。也不建议大家使用植物黄油，第一，它里面含有不饱和脂肪酸，不是很健康；第二，它的香味呢比不上牛油。开中大火。这块牛油切的有点大大家可以切小一点。油烧到6成热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蛋放下去了。我们用锅铲把蛋都往中间推。我们可以转小火，这个时候把周围的蛋液呢不停的往中间靠拢，不需要等它完全凝固，像这个状态呢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。关火后，我们再推几下，下面的蛋液就会凝固，这样子呢可以避免炒出来的蛋太老。炒完后呢，我们装盘备用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蛋的状态呢非常的柔软湿滑，这个就是我们做公司三文治炒蛋最理想的一个状态。跟着呢，我们需要准备一盒午餐肉。想要完整的取出一块午餐肉呢，其实也是有窍门的。首先，我们先在小刀上抹一点牛油，然后呢，我一般都是顺着这个边兜一圈，再把它反过来在这里敲，用力敲几下，它就能整块脱落了。现在把它切成厚片，你可以这样子切。这样子切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这个吐司比较大，你可能就要切2片了。那我一般呢就是这样切，你只要切1片，不要太薄。切完以后呢，我们把这片肉也放在锅里煎一下。大家记得午餐肉呢一定要煎过才香的。我们在锅里倒少许植物油，不需要很多，因为午餐肉呢它本身就富含油脂，而且它也有油香，所以不需要用牛油煎，用植物油就行了。我们不用去动它，让它这样静置1分钟，它一面就煎好了，我们再来煎另外一面。一面煎金黄后呢，我们翻过来再煎另外一面。也是1分钟左右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午餐肉呢是带一点湿软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刚刚好。现在可以熄火了，装盘备用。跟着呢，我们来处理吐司。我们做公司三明治呢，一般需要用到3片吐司。这里建议大家买这种常规的吐司，不要买厚多士。如果用厚多士的话呢，感觉这个面包和食材的比例就太失衡了，吃起来就会感觉好像在啃面包。我们做公司三明治的吐司呢是需要飞边的，飞边呢也就是把这4条边给切掉。你可以选择加好食材以后再切，也可以选择提前切。那我一般个人的做法呢是喜欢提前切掉，3块叠在一起切，这样切出来会比较规整。这个边边呢我们也不需要丢掉，当然你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把它烤脆，掰成小块放在沙律上面。平时我们去茶餐厅吃三明治呢，一般侍应都会问使唔使烘底呀？这个烘底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说要不要把这个面包片烤脆，因为一般烘底呢是要多加1块钱的。我个人觉得对于港式做法的三文治来说呢，烘底呢真的会比较好吃一点。但是如果你做的是纯西式的那种三明治，好像便利店里买的那种吞拿鱼三明治啊，那些不建议烘底，软软的就很好吃。烘底的方法呢，一般也有2种，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直接把面包放在烤箱里，2面帮你烤脆。还有一种做法呢，就是它会擦一点牛油放在煎锅里面，帮你稍微煎脆，这样子出来的效果呢，肯定是更加香的。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做，就用第2种方法。同样的呢，我们在锅里先加入1小片牛油，油量不需要多，1小块就可以了。其实差不多就把这个锅底擦一擦就行了，有一点油就行。我们毕竟不是做西多士嘛，所以不需要太多油的。因为我这个锅底比较大，所以我可以一次煎3片，也是静置它不要动，等底部有一点脆脆的翻个面就可以了，也不要煎得太硬，太硬也不好吃的。它这个上色特别快，大家开小火，因为下面有牛油的关系，下面的香味飘出来了，就可以翻面了。
喜欢面包脆的，可以再多煎几秒钟，但基本上煎到颜色这个样子，我们就可以熄火了。这样煎出来的面包呢，比烤出来的面包呢还有一个优势，它两边比较脆，但中间还是有水分和软软的，所以吃起来呢口感特别好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准备3片番茄。番茄呢，我们一般是选用3片就够了。除了上述的食材之外呢，我们做公司三明治呢，还需要准备1片生菜、1片水牛或者是车打芝士都可以，还要准备1片火腿片和沙拉酱。大家看到这么多食材，是不是觉得其实公司三明治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？至少在买食材方面就挺麻烦的。我之前不可以理解为什么茶餐厅一份公司三明治可以卖到40块甚至以上，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做一次，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去买食材可能要花100多块。我觉得做公司三明治呢，特别适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家庭，比如说做给全家吃，这个蛮合适的。很多人认为公司三明治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，可以随意叠放。你要把这些食材组合到最好吃，它其实是有一个组合规则的。就拿我吃过的最好吃的2间茶餐厅举例，我发现他们的公司三明治食材的叠放顺序其实是一样的。当然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喜欢随意叠放，那也无所谓了，人的口味各有各不同嘛。但是我是觉得既然大家花了这么多钱去买食材，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食材最大化的利用。首先我们先拿1块面包片，然后呢在上面挤上沙拉酱。你可以把它抹开，也可以不抹，但是我自己是喜欢把它抹开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味道会比较均衡，而且这样呢可以把多余的酱抹掉一些，吃起来呢不会太肥。我们先在第1层呢盖上生菜，你可以放1颗，也可以放2颗，也不要放太多，就放2颗小小的就好。多出来的地方呢可以掰掉一些，但是生菜大家记得一定要提前洗干净，然后擦干，因为不擦干的话这个面包会软。第2层呢我们摆上番茄，番茄呢比较理想的是摆3片，跟着呢是1片火腿，然后呢是1片芝士片。大家记得火腿呢和芝士一定要摆在一起，这是吃三明治呢非常经典的组合。这样呢我们的第1层就完成了。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呢，会发现这个叠放的窍门呢就是第1层呢都是生鲜的东西，而且呢是从口味最淡的食材开始，从没有味道的生菜呢一直到味道最浓郁的 cheese。然后呢我们再盖上1层面包片，开始叠我们的第2层。在我们的第2层面包片上呢继续抹上刚才的沙拉酱，先放上午餐肉，最后呢是我们的炒蛋。炒蛋呢，因为有时候会有蛋液和油，所以我们一般呢把它放在最上层，也就是午餐肉的上面。你可以想一下，如果放在蔬菜上面的话，那个蔬菜不就变得很油腻了吗？所以呢，一般生熟食材我们都是分2层分开放的。放完炒蛋，最后呢，我们还会在上面挤上一些沙拉酱。最上层呢，我会多挤一点，因为这样吃起来呢口感会比较湿润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把最上层的吐司片盖上。食材都叠放好后呢，我们需要找4根竹签来固定它，但是因为我这个竹签不够长，所以是没有办法把它插到最下层的，那样的话切到最下面很容易散掉，所以呢我这边会再用保鲜膜辅助一下。包保鲜膜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它包紧了，这样旁边才不会露出来，因为保鲜膜呢会给它的边边位呢带来阻力。所以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，每样食材你一定要切薄一点，而且不要贪心放太多。包好保鲜膜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竹签固定，在4个边的中间呢各插1个。大家尽量选用专业的面包刀来切，如果没有面包刀的话，就找一把比较锋利的刀切。我们先中间对开切1刀，再在另一边中间对开切1刀。如果大家觉得2块合在一起切比较难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移开来，一半一半切，这样会更不容易散一些。大家切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用力压这个三明治，你看这边就被我压的有点扁了，然后这边比较高，但是因为我这个刀不是很快，所以这边不用力我又切不下来，所以切公司三明治呢，你的刀真的很重要。好，这样一道非常经典的港式下午茶公司三明治我们就做好了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华人厨房，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一点点用的话呢，希望你可以帮我按订阅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